我的女儿是个天生绿茶，小时候她总在我老公面前说：哇，妈妈真幸福，有爸爸这么疼爱她的老公。长大后，她总爱穿着我的裙子问老公：爸爸，我和妈妈谁穿得更漂亮？老公出轨后，小三怀孕，她一脸幸灾乐祸地看着我：妈妈，你可要好好感谢阿姨帮你履行夫妻义务呢。后来女儿被渣男家暴，哭着来求我收留，我反手拨通了渣男电话：喂，你老婆跑了还要不要？亲情长相守，真情在人间。大家好，我是秋兰，欢迎观看《真情人间》。饭桌上，李牧又跟王丽萨眉来眼去，还装作不经意摸摸小手。我忍无可忍，猛地一拍桌子，站起来要打情骂俏，滚去酒店，孩子还在这儿呢。李牧被我突如其来的动静吓一跳，看我像看个小丑，开口就是嘲讽：你又在发什么疯？真是心脏的人看什么都是脏的。在一旁吃饭的女儿竟然也帮忙搭腔，她走到李牧身边，一脸痛心看着我：妈妈，你干什么要凶爸爸？爸爸不过跟王阿姨多说了几句话，你怎么这么小心眼？你不能因为王阿姨比你年轻漂亮就污蔑她的清白呀。然后又软声跟李牧撒娇：爸爸，你不要生妈妈气，妈妈可能只是更年期到了，脾气大一点，我们要多包容她。说完还不忘去安慰王丽萨：王阿姨，你别怕，妈妈不是故意凶你的，我让她给你道歉。女儿左手搭着李牧，右手挽着王丽萨，和谐的仿佛他们才是一家人。妈，你快给王阿姨道歉，她虽然只是我们家的保姆，但你没有资格侮辱她的人格。李牧赞许地朝李青青点点头，鄙夷地看着我：许源，你看看，一个小孩子都比你懂事。见我没反应，女儿着急地过来揪住我的衣服，我被拽了一个踉跄。快点道歉呀，妈妈，你也不想让别人在背后戳你脊梁骨，骂你是蛇蝎心肠的毒妇吧？我这可都是为了你好。朝夕相处了17年的女儿，却对我说着天底下最寒心的话，心脏像是被针扎过，密密麻麻的疼。很小的时候，她就会指着我剖腹产的伤疤哇哇大哭：妈妈的肚子好恐怖，吓到青青了，青青不要跟妈妈睡。然后我就一直睡在了客房。产后几年，由于盆底肌还没完全修复，偶尔会漏尿，她会不分场合地指着我打湿的裤子哈哈大笑：妈妈真没用，这么大的人了还尿裤子。青青3岁就不尿床了，然后在众人的指指点点中欣赏我的囧样。我一化妆，她就会指着我的脸说：妈妈不要化妆了，像个涂了白面的大马猴，丑死了。但凡李牧夸我一句，他就会撅着嘴到一边生闷气，然后李牧就会去哄着他说：对对对，妈妈最丑了，我们青青才漂亮呢。长大一点，他总要跟我买一样的衣服，拍下照片后把我的生图跟他的精修图放在一起，发在网上，并配文买家秀和卖家秀，然后津津有味地给每一个抨击我身材臃肿、人老珠黄的评论点赞。他总会亲昵地对李牧撒娇：妈妈真是攒了8辈子的福气，能找到爸爸这么优秀的老公。但凡我跟李牧之间有一点矛盾，他都会是第一个站出来指责我的人。我在这一声声妈妈中变得自卑怯懦，觉得自己毫无价值，几近抑郁崩溃。啪！一个清晰的巴掌印出现在李青青脸上，这还是我从小到大第一次动手打她。她捂着脸，一脸怨毒地看着我。砰！又是一声闷响，李牧一拳打在我脸上，我的脸迅速肿了起来，耳朵嗡鸣，耳心尖锐的疼痛让我差点站不稳。李牧把李青青护在身后，做事还要冲过来打我。妈的，
你个疯女人，老子的女儿也是你能打的。李青青又恢复了那副楚楚可怜的模样，泪眼汪汪地拉着李牧的手：“爸爸，你不要怪妈妈，青青没关系的，妈妈打了我就消气了就好了。要是因为青青影响了爸爸妈妈之间的关系，青青会自责的。”一直在旁边看戏的王丽萨也假惺惺劝和：“是啊，先生，夫人可能只是一时失态，我不要夫人道歉就是了。夫人你也真是，青青这么懂事的孩子，你怎么舍得打她？好一个倒打一耙！”我看着眼前一唱一和的三人，一股无力感从心底蔓延开来。离婚，李牧，我要跟你离婚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我把屋子里的其他三人当成空气，生活重心完全放在了公司，日复一日的加班。以前因为李青青的一句“我只吃妈妈做的饭，穿妈妈洗的衣服”，即使在公司累得想倒头就睡，也会在回家后做好一家人的饭，洗好一家子的衣服，比王丽萨更像我家的保姆。李青青见我最近不搭理她，又瞪着他那水润的大眼睛，跟李牧哭诉：“爸爸妈妈为什么不理青青了？是青青做错什么了吗？”还电话跟李牧爸妈诉苦：“青青好像惹妈妈生气了，妈妈都不给青青做饭了，肚子好饿呀。”“没事的，奶奶，妈妈消气就好了，青青饿2顿没关系的。爷爷你不要骂妈妈，是青青有错在先，妈妈惩罚我也是应该的。”电话里骂骂咧咧的声音不停，我装作没听见，转身进书房梳理公司的客户表。我爸妈开了个规模不小的装修公司，结婚后就全权交给我跟李牧负责。李牧天天跟所谓的朋友出去胡吃海喝，美其名曰挖掘客户。我忙着照顾李青青的生活起居，导致公司经营不善，效益惨淡。妈妈，奶奶让你接电话，手机还没拿到跟前。什么贱人，敢虐待我孙女？是不是出去勾引男人？看我儿子不打死你！诸如此类的话不停往外蹦，我直接按了挂断，把手机扔得远远的。在公司加班，手机收到一条微信提示，李青青发过来一张照片，照片里王丽萨坐在我的梳妆台前，李牧微笑着拿一个东西往她头上戴，是一个掐丝的蝴蝶发钗。我瞬间心跳加速，身体不受控制的颤抖，一股无名的怒火在心口乱窜。他怎么敢的？那可是我姥姥的遗物，是我最珍惜的东西。爸妈工作一直很忙，是姥姥一直带我到大学。10年前，姥姥生了场大病，弥留之际，把她珍藏了一辈子的钗子亲手给我戴上，那是从她祖上传下来的。姥姥宝贝的不行，她笑着摸我的头，真漂亮，2个都是我的宝贝，这是姥姥留给我唯一的念想了。姥姥走后很长一段时间，我都一直带着她，连睡觉都不愿意摘下来。眼下，李牧却公然把我珍藏的东西拿来哄他的小情人，我怒不可遏，急匆匆赶回家，家里一片昏暗。王丽萨跟李青青站在会客厅聊着什么，她头上赫然戴着姥姥的钗子，愤怒让我失去理智。我上去一把拽下钗子，扯起王丽萨的头发就往墙上撞。我的东西也是你配动的。王丽萨被我突然的动作吓到了，胡乱挣扎反抗，扯掉2颗我的衬衣扣子。李青青急忙拦我，被我暴躁推到一边，滚开！突然眼前一亮，灯被打开，从暗处涌出许多人，伴随着生日快乐歌的响起，李牧抱着蛋糕从人群中走出来。此时我站在会客厅中央，衣衫凌乱，手里还揪着王丽萨的头发。李青青倒坐在一边的地上。突然出现的人群让我的大脑有一瞬间的空白，手里的动作僵住，
所有人都在注视着我。李牧第一个上前，把蛋糕迎面摔在我脸上，解救出了被我抓着的王丽萨，把她圈在怀里。蜡烛燎了我的头发，我闻到一股焦糊的味道，脸上被糊了一整个蛋糕。我全身狼狈，像动物园里的猴子一样任人打量。你个贱人，一回家就发什么疯？婆婆过来扶起李青青，对着我唾沫横飞。我老李家造了什么孽，娶了你这个丧门星，脸都被你丢光了。周围也窃窃私语起来，人群中有吹口哨的声音。李哥，嫂子性子挺烈呀。哎呦，之前小李妈妈跟我说她儿媳妇蛮横，我还不信，现在看来疯得还不轻嘞，可不是吗？要是我儿媳妇敢这样作威作福，我早把她扫地出门了，哪由得她这样在家里胡来。听说每天半夜3更才着家，不知道在外面干些什么勾当，就是可怜了孩子。这么懂事的女娃娃，跟着他妈倒霉嘞，全是老李家太善良了。李姐，不是我说，该立的规矩还是要立的，不然你这儿媳以后怕不是要反了天了。议论像潮水将我淹没，呼吸困难，肺里的空气仿佛都被榨干了。半晌，视线终于聚焦，我冷着脸看着周围的人。大厅里站着的有李牧的几个酒肉朋友，还有他爸妈以及周围几个要好的邻居，好得很，都是些八卦传播名嘴，像是被人提前安排专门来看我笑话的。我缓缓扭头瞪着李牧，你们是故意的，他们明明知道那是我最重要的东西，老子好心给你过生日，你倒好，让老子的兄弟来看笑话。李牧几步上前，看样子是想抡我一巴掌，又看我满脸蛋糕，怕脏了手，随即狠狠踹了我2脚。不就是个拆子吗？死人的东西，老子碰一下都嫌晦气。我躲闪不及，被踹得跪坐在地，盯着李牧颈间因为暴怒而鼓起的青筋，耳朵里再听不见其他声音，猛地上前拿拆子捅往李牧的脖子。这一刻，我只想要他死。拆子划伤了李牧的皮肤，沁出一行鲜血，没来得及补第2下，李牧的几个兄弟就冲了上来，把我按倒在地，扯着头发，揪着衣领，从李牧面前拖开数米远，像对待一只待宰的家畜。李牧还没来得及反应，李青青先一步跳出来，哭哭啼啼，指着鼻子骂我：妈妈，你疯了吗？我跟爸爸为了策划了这个生日派对，花了那么多心思，你怎么不分青红皂白就出手伤人呢？是，感谢你们花了那么多心思让我出丑，平时误会爸爸就算了，但是今天这么多客人，妈妈你怎么还这么无理取闹？这传出去，让爸爸在外面还怎么做人呀？说完还凑过来，拿我的手往他脸上比划，哭得一塌糊涂。都是青青的错，不该擅作主张给妈妈过生日。妈妈，你要打就打我吧，反正也不是第1次了，我不怕痛。但是请妈妈不要继续为难爸爸了。好，这可是你说的。一巴掌落下，李青青呆愣在原地，没想到我真当着这么多人面打他。几个邻居大妈冲上来，赶忙把李青青护在身后。李青青被围在中间，抽抽噎噎，一副隐忍坚强的模样。大家不要指责妈妈了，妈妈既然打我，肯定有她的道理。青青没关系的。李牧也被气得脸红脖子粗，大步朝我走过来。我眼疾手快，抄起旁边的陶瓷花瓶砸碎，拿着断裂的尖锐面对着他，眼神挑衅：有本事你就来呀！婆婆不管不顾，跌坐在地，大声干嚎：家门不幸啊！我老李家造了什么孽？好吃好喝的供出了这么一个蛇蝎心肠的女人，今天敢打自己的男人小孩，怕不是明天就要来打我老婆子了哟！
更多的人围了上来，七嘴八舌地讨伐我。呸！真不是个东西，上不尊老下不爱幼的。这年头真是什么人都能当妈了，可不是吗？这种人就应该让警方抓起来，判他个无期徒刑，省得留在外面危害社会。聚会在众人对我的辱骂声中不欢而散。李家人赶忙带着李牧去医院包扎伤口。临出门，李牧指着我破口大骂：“臭婊子，你在家给老子等着！”我觉得他脑子有病，让我乖乖在家等着他回来继续揍我。我去浴室冲了个澡，换了身干净的衣服，剪掉我被火燎了的长发，收拾了几件衣服，准备这段时间先住在公司。清晨的办公室里，眼前电脑屏幕模糊昏暗，看不清人影，只能听见暧昧的声音。卧室的窗帘遮光性太好，看来得换个夜视的才行。一大早就这么迫不及待，也不知道李牧这个三分男是怎么让王丽萨喊得这么百转千回的。早在上次决定要离婚后，我就在家里装上了隐形摄像头，收集李牧未婚出轨的证据。也不是不能直接离婚，但怎么可以就这么便宜了他们呢？偶然间发现家里没人的时候，李青青总会抱着一个粉色的本子在阳台写着什么，有时候一脸阴鸷，嘴里还不停咒骂，随即又突然哈哈大笑起来，神情癫狂。冥冥之中好像有一股念力吸引着我，一定要看看这个本子里的东西。以前他从不让我进他的房间，趁着他上学，我第一次进了他房间，一眼就看到了放在书桌上的笔记本。打开笔记本，上面密密麻麻地记着许多字。我仔细翻看起来，正午的阳光打在我身上，可我却如坠冰窟，忍着战栗看完最后一页。我冲到厕所，吐得昏天黑地，我心如刀绞，从来没有哪一刻像现在这样绝望无助。原来如此，所有的一切在这一刻都有了答案。泪水无声落下，我的青青啊，缓了很久。我强逼自己振作起来，挑了个周末，我把李牧爸妈跟李青青请到一家高级餐厅吃饭，要为了上次的不愉快给他们道歉。爸妈，上次是我不对，你们大人不计小人过，给媳妇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。我拿一沓钱递到他们跟前，陪笑道：“之前您二老不是说想要个二胎吗？这10万原本是给青青准备出国留学的钱，不过青青最近成绩不理想，估计也用不上。爸您收着这钱，带妈去检查检查身体，给妈买点好的补补。不行的话，咱还能试管。钱这方面您不用担心。”李牧妈之前还有一个小儿子，6岁的时候得病夭折了，心里一直有个疙瘩，一直还想再要一个孩子。不过之前李牧不让，他们自己也没多余的钱，只好作罢。公公一把将钱抢过，手上沾着口水数起来。婆婆看着眼前厚厚的一沓钞票，咽了咽口水，嘴上不忘嘟囔道：“哼，贱人，不要以为这样我们就能原谅你了。你伤我儿子的事，我还没跟你算账。”其实他们心里也知道，李牧长期在外面花天酒地，公司一直都是我在经管，家里的大小事情都是从公司账上支出，所以他们虽然十分不喜欢我，却也不会轻易让李牧跟我离婚。我笑着附和：“是，妈说的对。”李青青就不乐意了，上前质问我：“妈，你凭什么把我的钱拿去给别人用？现在再听他叫我妈。”顿时胃里一阵翻江倒海。青青，爷爷奶奶怎么会是别人呢？你失去的不过是留学的机会，但爷爷奶奶失去的可是一个孩子呀。我忍着恶心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青青这么懂事，一定会理解
妈妈的苦心的，对不对？婆婆难得赞许地看向我，对李青青的态度很不满。李青青面部抽搐，咬紧了后槽牙，恨恨开口：“我也很支持爷爷奶奶的决定，只是担心爸爸他会不同意。”我淡笑开口：“没事的，你不说我不说，爸爸不会知道的。青青，你可不要偷偷告诉爸爸哦。”公公给了李青青一个警告的眼神，他敢。看吧，人一旦涉及到自己的利益，还管你什么血脉亲情？事不宜迟，爸妈，你们今天就去医院检查。我已经托朋友找好了业内权威的专科医生。李牧爸妈一走，李青青上前拽住我的胳膊，大声吼道：“你怎么能拿我的钱去讨好别人？你还是我妈妈！”我甩开他的手，冷冷开口：“别叫我妈。你不配。算算日子，如果王丽萨争气的话，这会儿也该怀上了。这段时间我都没有回去过，家里的小气球也被我一个个用针扎漏了，都帮到这份上了，再不怀上就不礼貌了。”果然，没过多久，监控画面上的李牧做那档子的时候，明显温柔起来，再没那么多稀奇古怪的花样了。早上，李牧的电话打了过来：“贱人，死在外面了呀，这么久不回来，家里的这摊子等着谁给你收拾呢？没死就给我滚回来，顺便再给我卡里赚10万，我有急用。”最后一句话才是重点。看来上一次的事情已经翻篇了，也是时候该回那个所谓的家了。李青青最近跟一个叫刘子安的小混混打得火热，为了他经常迟到早退旷课，抽烟喝酒蹦迪，有时候甚至夜不归宿。以前我严令禁止的事，他都一一做了个遍。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任由他自甘堕落。再过1年就要高考了，班主任打了好几个电话来反映，都被我客客气气地糊弄回去。这可是我亲自挑选的女婿，长得帅，有个性，嘴又甜又会哄人。最关键的是，因为暴行致人3级伤残而坐过牢。第2天，婆婆那边的好消息也传了过来，试管成功了。电话里，婆婆趾高气扬，让我再给他们打点钱。我没有犹豫，又给他们转了5万，期盼他们的孩子可一定要顺利出生啊，不然我来怎么搞垮他们，让他们一辈子翻不了身呢？婆婆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，我时不时在她面前念叨，生个儿子要买房，早买早便宜，哄着他们拿出全部积蓄，在高利贷了40万，首付了城西一套即将烂尾的大平层，并再三保证，等我公司资金回笼，就给他们补上这个窟窿，并每个月帮他们偿还房贷。王丽萨的月份跟婆婆差不多，我体恤王丽萨在我家辛苦多年，重新雇了个保姆，让王丽萨就留在我家安心养胎。李牧当然不会拒绝，每天跟王丽萨腻歪得紧，我只装作看不见。冬去春来，季节的轮回带着新的希望和起点。自从跟刘子安在一起，李青青越发叛逆了。一个春和日丽的上午，我拦住了叼着烟正准备出门的李青青。你个不知廉耻的东西！一个响亮的巴掌甩在他脸上。我装作气急，声音都透着颤抖。刘子安就是个社会败类，从今天起，我绝不允许你再跟他出去鬼混。刘子安哄得李青青对他一往情深，死心塌地，绝不允许旁人说一句他的不好。我触到了他的逆鳞，他满眼怨毒，随即跟我撕扯在一起，嘴里不停骂着脏话。你算什么东西，也配说子安的不是？自己的男人天天在眼皮子底下跟小三上床，孩子都怀上了，你还舔着脸把小三当宝贝供在家里伺候呢？你贱不贱啊？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好笑的事情，他停了手，退后2步，
一脸戏谑地看着我。许源，你连自己的男人都管不好，有什么资格来管我？我真为你感到可悲啊！我捂着嘴，一脸不可置信。你说的是真的？李青青指着闻声赶来的李牧和王丽萨，微笑道：“爸爸，王阿姨肚子里怀的是青青的弟弟，对吧？”李牧表情阴晴不定，觉得我这人人可欺的弱鸡也翻不起什么水花，当即脸一横便承认了。是又怎样？许源，你也不照照镜子，你这个鬼样子，哪个男人对着你有兴趣？你还指望老子为你守一辈子活寡不成？上次头发被火烧了之后，我就剪了一头利落的齐耳短发，干净清爽。切，瞎了眼的狗男人！李青青也不忘在旁边补刀。是啊，妈妈，王阿姨帮你履行了照顾爸爸的义务，你还得好好感谢她呢。现在王阿姨还怀了爸爸的孩子，妈妈，你可一定要小心照顾着呀。青青可想要个弟弟一起玩了。我忍无可忍，抄起茶几上的剪刀就冲王丽萨去了。李牧伸手来挡，这次旁边没人阻拦，剪刀深深地扎进了他的手臂，股股鲜血涌出。剪刀本来就是冲着李牧去的，我还指望王丽萨为他离家传宗接代呢，可不舍得伤他。王丽萨被吓得连连后退，李青青也没想到我会突然发狠，远远指着我：“疯了，许源，你真是疯了！”李牧紧紧抓住自己的手臂，额头冒出了细密的汗珠，面部扭曲成一团，鲜血浸透了他的衣服。没空理会我，三个人手忙脚乱地去了医院。隔壁张婶抱着猫满脸，尴尬地从厨房走出来：“对不起啊，源儿，之前是婶子误会你了。”我装模作样抹了把眼泪：“没事的，张婶，你们也是好心，我都懂。”张婶走后，我掏出口袋里的录音笔，笑得肆意。事情传播得很快，也传播得很离谱。什么？你说那个李牧跟小三都有2个孩子了？李青青其实是小三的孩子，难怪他老帮着外人欺负他妈呢，真是个没良心的。就算不是他亲妈，不也是实实在在照顾了他10几年吗？老李2口子怀孕要生了，可之前老李跟我下棋的时候，明明说过他不行了呀！呸，真晦气！老了还不知廉耻，上梁不正下梁歪，一家子都不是什么好人，简直是天怒人怨。狗路过了都得啐2口，婆婆打电话来都头盖脸一通骂：“许源，你又犯什么病？你听听外面都怎么传的，你不要脸，我们还要。李牧可是你老公，就算他跟别人有了孩子又怎样？他老婆不还是你吗？你自己生不出来，儿子怪谁？我告诉你，赶紧给我去跟别人解释清楚，不然这次休想再踏进我李家的门。还有这个月的钱怎么还没打到账上来？你是想气死我吗？”我对这一家子的厚颜无耻表示习以为常。别呀妈，你气死了肚子里的孩子可怎么办？李牧可没钱帮你养孩子哟。不等他再还口，直接挂断，拉黑一条龙。这几天我把收集到的视频、录音全部打包整理好，发了一份给李牧。明天民政局不见不散，不来就别怪我把你的这档子破事儿光告知了哈。当天，李牧的脸像被屎呼了一样难看。冷静期一过，我顺利拿到了离婚证，看着手里的红本本，百感交集。回到公司，我把我们之前共同生活的房子挂到了2手房交易网，然后给李牧发了最后一条信息：“你个不孝子，你妈都快生了，还不去看看？”这件事还一直瞒着李牧，连过年都是谎称跟老姐妹度假去了，没让李牧上门。我已经能想象到李牧暴怒跳脚的场景了，简直大快人心。自此，生活终于走入正轨，
以前从没发现海城的天原来这么蓝，呼吸都是自由的味道。李青青自我和李牧离婚后，就跟刘子安跑了，错过了高考，期间再没回来过。李牧爸妈每天被高利贷围追堵截，走投无路，只好把现在住的一套2居室低价卖了，然后找亲戚东拼西凑还了款。一大家子挤在一个没有窗户的地下室，勉强度日。可是每个月必须支出的还有2个孩子的奶粉、尿不湿以及烂尾房的贷款，一家人急的是焦头烂额，实在没办法了。李牧跟他爸只能去工地上当小工，挣点微薄的收入勉强糊口，由奢入俭难。李牧一家把火气全撒在了王丽萨身上，非打即骂，很是凄惨。一大早，公司门口就闹哄哄的，乌泱泱围了许多人。我拨开人群，好家伙，一家人整整齐齐。李牧跟王丽萨人手一个孩子抱着，堵在公司大门口的台阶上，不让人进。李牧爸在一旁站着抽烟，李牧妈妈则坐在地上撒泼打滚。王青青挺着孕胖后的肚子，神情憔悴，胳膊上还有大片青紫，简直是丧尽天良呀！李牧妈嚎得很大声，看到我来了，一把冲过来拽住我：“大家看啊，就是这个恶毒的女人，卷了我儿子的钱开豪车，住豪宅，自己逍遥，把我们一家老小丢在一个几平米的地下室，连稀饭都喝不起啊！”说完，示意大家看向2个刚满月的孩子，干干巴巴的，明显营养不良。李青青也适时开口：“妈妈，你是不是在外面跟其他的叔叔好了？不然为什么不要我们了？”爸爸说了，只要妈妈你愿意回来，我们不会计较你以前那些事的。妈妈你回来吧，我们还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，还是熟悉的茶言茶语，配上他一副我见犹怜的模样，围观的人信了10成，纷纷替他们打抱不平。路过买菜的大妈拿筐里的鸡蛋砸过来，这我能忍，赶忙躲到李青青后面，让她被砸了个满脸，更狼狈了。人群里居然还有人开启了直播，出轨女抛夫弃子，卷钱跑路，一家老小吃糠咽菜，流落街头。究竟是道德的沦丧，还是人性的扭曲？感谢宝宝的棒棒糖，热心市民小王持续为您报道。我不紧不慢拿出手机刷起了直播，毫无疑问，直播间全是讨伐我的。都2024年了，居然还有这种恶俗的狗血剧情，出轨的人都该去死，真恶心！自己打扮得光鲜亮丽，看2孩子瘦的那样，估计连奶都喝不饱吧。网友的乳腺也是乳腺，这种人不拖出去枪毙，还留着过年吗？楼上说的对，支持。舆论就是这样，谁弱谁有理。放下手机，找看热闹的卖菜大爷借了个喇叭，嘿嘿，感谢大家对我的关注哦。说着，我凑近直播小哥的屏幕，反手给直播视频加了个美颜。看着直播间里我核桃大的眼睛，鞋拔子一样长的下巴，满意的点点头。直播间的人被我的骚操作震惊了，激情开喷。这女的精神状态还好吗？这是想当网红走黑红路线？别做梦了，美颜都拯救不了你38码的大脸。直播间人越来越多，居然突破了1万。我也不忙着解释，把手机录音调出来，对着喇叭播放，然后又在直播间发了几张李牧跟王丽萨忘我的截图。录音出来的时候，李牧脸一下就黑了。妈的，不是删了吗？离婚当天，李牧亲手把我手机里的录音删了个遍，但我又没说过我不备份是吧？李牧过来抢喇叭，我麻溜窜到人群后方，不让他接近。录音播完，网上的风向一下子就偏了，全部变成了我的友军。我靠，
怎么会有这么恶心的一家人？我去年吃的年夜饭都要吐出来了。我老公家里要是这样，我早就送他们去见上帝了。李青青看到弹幕变成清一水的骂他们，急了，不是这样的，你们都被他骗了，录音都是剪辑的。说罢还抬起自己的手放到镜头前，你们看，这都是他打的。他不仅打我，不让我参加高考，还把我卖给了一个又老又丑的男人。看着他微微隆起的肚子和手臂上纵横交错的伤疤，你别说，我都差点信了。好，那你告诉我，你爸爸旁边那个女的是谁？我收起笑意，不紧不慢走到他身边，带着满满的压迫感。她是我小姑啊。李牧见舆论有又偏向他们的意思，赶忙站出来，许愿，你有意思吗？编排我跟我妹妹算什么事？你别闹了，跟我回家，家里需要你。我懒得跟他废话，后退到一个安全距离，举起喇叭大喊，我这里有 24K 蓝光高清纯爱电影，关于我前夫和这个假小姑。我冲直播的人扬了扬手机，小哥，有没有兴趣来观摩一下？周围人窃窃私语，有2个男人跟直播小哥一起凑过来看我的屏幕，一看一个不吱声。小哥回到刚才的位置，拿起手机，弹幕里全是好奇、已阅、请求自戳双目。我太奶奶都没玩得这么花，宝宝们，我的眼睛不干净了，要你们的嘉年华才能好。我在旁边补刀，要不是涉嫌传播不良信息，真想给在座的各位人手拷贝一份，看看我前夫哥大战300回合，现场跟直播间一片欢腾，对着李牧一家人好一顿输出。刚才给我丢鸡蛋的奶奶把一筐子鸡蛋全招呼在他们身上，大骂他们不要脸。更过分的是，居然还有人扔榴莲，我都替榴莲感到不值。李牧也没脸再待下去，拖家带口灰溜溜地走了。没想到的是，下班路上李青青拦住了我，妈，救救我！10几年来头一次，李青青用这种恳求的语气跟我说话。妈，我错了，我不该不听你的话。那个刘子安就是个人渣，我这一身的伤都是他打的，我感到好笑。你去找你李牧呀。李青青神色黯淡，爸爸他有了弟弟，还有刚出生的儿子，他顾不上我了。妈，我以后会听话，会好好孝顺你的，你别不要我。李青青小心翼翼拽住我的袖口，眼角泪花闪烁，眼神充满希冀。我开口喊他，向文清，别喊我妈，恶心。他张大了嘴，眼神中透露出惊恐和不可置信。你什么时候知道的？不想再多看他一眼。我拿手机拨了通电话，刘子安，怎么连自己的女人都看不住？下次可不能再让他跑了哦。报了地址后，我挂断电话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我的女儿早就死了，死在了3岁时那个红霞满天的傍晚。那天，李牧的初恋情人，也就是向文清，因为长期遭受赌鬼老公的家暴，精神恍惚，来投靠李牧被拒绝后，一时受不了激，当着我们的面投湖自尽。那天晚上，女儿就发起了高烧，烧退后性情大变，自此向文清披着我女儿的外壳，变成了李青青。向文清，接下来的几十年里，就好好享受本该属于你的人生吧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《真情人间》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